找到你，运气会转到我这里。我有我无敌的智力，就算你比蒙娜丽莎还要神秘。用直觉加一点推理，不管你叫什么玛丽，我有我叮当的神奇，就算是最平凡，曾经都会有奇迹。谁在制造问题，用最无辜的表情？谁又在用假象牵引？镜头慢慢推移，我会让你显出原形。谁在背后回应？用最诡异的安静，谁又在不经意提醒？结局全都在我手里，无忧无心。OK。你说，刘叔叔，你要钱，我给你，你要多少钱你说，我给你。死者男性，还没查明身份。是谁发现尸体的？今天早上6点，有人打电话说这里有命案发生，但是没透露身份。这里这么偏僻，附近都没人居住，不可能有人进来发现尸体的。报案的人很可能就是凶手本身，他是故意要让警方知道这里有命案发生。于医生，初步断定死者的死亡时间距离现在4个小时左右，大约是凌晨4点时被杀。你看手术缝合后的痕迹，死者应该是被凶手强迫致死的。他死前一定遭受极大的痛苦。你看这凶杀现场，是不是觉得很熟悉？现场很干净，没有一滴血迹，周围留下浓烈的药水味道，让人感觉这不是凶杀现场，而是手术房。你怀疑凶手是手术狂魔？没错，他可能又重出江湖了。
还有生命。谁在制造幻听？用最无辜的表情，谁又在用假象牵引？结局全都在我手里，无忧无心。现在正是选战，你还有什么话说？我只是偷内衣裤而已，你有必要追我9条街吗？我想追你9条街不行吗？我告诉你，我还要加控你1条，拒捕罪。我不管你犯了什么罪，只要是我追捕你，你就休想逃跑。走。哎，大力士早。哎，早啊，陈队。哎，谢谢你帮我抹桌子啊。嘿，不客气不客气。你买了报纸没有？当然是买了。谢谢。哎，干嘛？这次我可要跟你收钱了。为什么？你整天叫我买报纸，我以为你要收集资料，可是我每次只看到你剪下那些折扣物本。哎呦，我是为你好啊。为我好？我帮你剪了一些关于学校的资料，反正你晚上是很有空，不如去读夜校，进修一下，这样才能升职加薪。现在这个样子，已经很不错啦。现在的年轻人真的不能吃苦。大力士，是，这就是专门偷窃女人内衣裤的嫌犯，录口供。 Yes sir。对，过来呀！指挥师兄，早。在1年内偷了283条女人的内衣裤，真是变态。而且都是人家穿过的，这么恶心的事也做得出，难以想象。查了4个月，终于解决了。Sir， 我有点事要跟你商量。说。我想在下个星期1请假。为什么？我中了巴丹岛3天2夜旅游奖，想跟家里的阿伯去游玩。 不行，我难得中奖，不去很可惜耶。让我看看你中什么奖。巴旦岛3天2夜游，还不错啊。你把它送给我，就解决问题了。哈 ，Sir， 你可不可以有点人情味？我叫你们去查昨晚的命案，查到了什么？死者是陈祥忠，今年55岁，是一名医生。 他在医学院里是一名外科教授。据调查所知，有守卫看到他回家，所以他应该是在他家的停车场里被凶手袭击，然后被拐到现场才被杀的。他的干案手法和5年前手术狂魔的很相似，所以重案组怀疑凶手很可能是同一个人。嗨，请问这里是
档案部门吧？是啊，有什么事？我是新来报道的，我叫夏静怡，请大家多多指教。对了，Sir，忘记告诉你，今天有新人会来报道，他就是你的新的搭档。你一定是这里的主管吧？吕警官对不对？你好。Come. 我吗？ Stop. Stay. Left leg up. Left. 裤子破了还穿，你家境不好啊？买来的时候就已经破了。以后就叫你小猪吧。为什么？我一说可以放下吗？我的属下都有外号的，你也不例外。那你的外号是什么？是啊，为什么你没有外号，却要给我们取外号？没有为什么。要取外号，至少也要取一个比较好听的嘛。啊，你可以叫我神探美少女啊。以后就叫你小猪。可是我，你当新人了，不要那么多意见。是啊，我可以把脚放下来吗？我有说不能放下吗？小弟，大力志，是。带这只小猪去熟悉一下工作环境。Yes sir。 Yes sir。嗨，欢迎。我是展鼎。展鼎你好。我叫大力志。大力志。我今年24岁，没有女朋友。我们这里是警察档案部门，是储藏资料的部门。我们平常的工作就是整理资料，把以前的旧资料输入电脑里。有的时候我们也会提供资料给其他部门的同事，协助他们破解现在的案件。有时我们也会翻查以前无法破解的旧案件。这里可说是整个警察部门的大脑部位。听起来很棒哎。那我们现在查什么案件？暂时没有。是啊，你去哪里啊？关你什么事啊？我在来报道之前见过黄警司，他要我呢向你多多学习，所以不管你去哪里，我都应该跟着你的。你还是留在这里吧。这不行，我是你的搭档，怎么可以让你独自行动呢？啊？我不是去办案。那你是去做什么？我需要向你报告吗？啊？你不会是在办公时间去办私事吧？只要不是办私事，我就应该跟着你的。你衣服的图案我看了很不舒服，如果你要跟着我的话，把它换了。我没有衣服换。把它套上。不是吧？干嘛？不想穿？那留在这里，你自己选择。可以出发了，拜拜。希望是这次会手下留情。哥，我们要去哪里？不要问那么多，跟着我就好了。那你可不可以给我半个小时，让我去买衣服啊？刚才你不是说在办公时间不应该办私事的吗 ？OK 咯，反正刚才那个昂哥也看我穿得很漂亮嘛，哈。你有咯。这是我第一次来解剖室，好期待哦。你去野餐了，活泼什么？这里啊。开心吗？福尔摩斯曾经说过，只要你仔细的听，就算连死人也会说话哦。是啊，他说过这样的话。这不是重点，反正我们今天呢是来看死者所留下来的线索。死者是谁啊？他是怎么死的？那这是凶杀案吗？你是新人，我给你一个忠告。少用嘴巴，多用眼睛，多用耳朵。Understand？ 数。好。关门。你好。
我是新来的警探，我叫夏静怡。于姐，你已经解剖了。有什么发现？死者死前被凶手动过手术，从心脏开始到肝脏、肺部、小肠、大肠、肾脏等，主要在上半身的部位都被凶手动过刀。凶手的手法如何？他不是被杀死的教授吗？嘘，别理他，继续。从凶手动刀切割器官到缝合尸体的手法来看，他肯定受过正统的外科手术教育。死者身上的切口都相当平整，你们看这些被切过的痕迹。他动刀时可以避免损伤重要的神经组织和血管，由此可见，他的技术已经相当专业。那除了上半身，凶手还动过什么部位？死者的脚趾甲也被凶手硬生生的扯下来。他为什么要这么做？洗手间在外面。没关系，不过我想我还是先出去比较好。这是新人必须经历的，这是规矩，不能破坏。如果有进一步的发现，我会通知你们。好，有什么事你通知我。还有什么事吗？没事。你能不能有一点仪态啊？我刚才看到这么恶心的东西，又把今天早餐吃了又再吃，更何况打嗝就好像放屁一样吗？不能忍的。真的是猪。就算是猪，也是最可爱的猪。哎，Sir，我有问题要问你。选择的案发现场刚才查队说我们只负责办旧案，怎么现在又来查这宗凶杀案呢？别问那么多，跟着我。案发时间是在晚上，凶手应该是布置好现场，才把死者运过来这里。凶手应该在四周铺上胶纸之类的物件，防止血液留在现场。案发现场非常的干净。杀人有很多方法的啊，凶手为什么要大费周章做那么多事啊？他连环杀手都会保持他们自己的杀人风格，这是他们特地留下的记号。根据这里的布置，跟5年前手术狂魔他干案手法一致。手术狂魔？你是说5年前那个轰动一时的连环凶杀案凶手啊？你能不能不说话？哎呀，名侦探柯南说过的，如果要追寻问题的根源啊，就要不停的问话，不停的思考啊。这些都是你乱盖的吧？才不是啊！我给你看一本书啊，就是这本《世界10大名侦探语录》，我都背得滚瓜烂熟的。哎，我找一找。不用了，我有一个重大的任务给你。任务？什么任务啊？很重要的。你这个像死人脸吗？认真一点。为什么让我办实施？这叫做案件重演，这样呢，我就更容易投入当时的情况。他怎么死，你就怎么死。怎么可能？我长得这么可爱，你觉得我们很像？也是。你现在是死尸，不要说话。死者躺在这里，凶手站在这里，向死者进行解剖。进行解剖。凶手对死者身上许多器官进行切割，然后又很细心地把尸体缝合起来，这是要显示他高超的技术吗？那死者当时是不是清醒的？
难道他要折磨死者？闭嘴！他的动机在哪里？他是否某件事而不能成为合格的医生，或者他对医学界有何不满？这跟5年前的手术狂魔都有共同点。死者是一名外科教授，又跟凶手有什么关联呢？可能凶手根本单纯就是想要炫耀自己很厉害，想要证明自己是手术天才。我知道了，凶手啊根本就是手术狂魔。你不要妄下定论，你真的只适合当死人啊！你刚才也说过的啊，以前的手术狂魔，不论是干案的手法，或者是现场的布置，甚至啊连杀人的动机都跟这一宗案件一模一样，那不是他还会是谁5年前他连续干下3宗命案之后就消失了，他现在为什么又回来呢？可能他不甘寂寞喽，又或者是手痒。哎呀，反正这些变态凶手啊，不都是这样的吗？不杀人啊，会很难过的。你知不知道啊？跟你这种人头猪脑的人合作真的很难过。是啊，你跟猪有仇啊？吕大雄，你在这里干什么？在查案，不行吗？嗨，大家好，我叫夏静怡，是新加入的警探。只要不是重案组的人，就不能插手这宗案件。我怀疑这起案件的凶手就是5年前的手术狂魔。哎，你刚才不是才否认我的推测吗？只要是旧案子，就是我们档案部的事。你不用满口歪理，你自己心里清楚，这是不合程序的。如果不想受到纪律的处分，就要想清楚一点才做。我很清楚我在做什么，如果有什么后果，我负责。你以为这样就可以赎罪吗？就算凶手是手术狂魔，就算你真的抓到他，你以为这样就可以原谅自己的过错吗？啊 ，Hello everybody， 我回来了。在呢？哦，他上洗手间了。小猪，你没事吧？我会有什么事啊？真的没事，一点事都没有啊。没事就好。我们的老板啊，最喜欢整新人了。你的上一任肥老鼠，跟他不到1个小时就被整进医院。那天我还碰到肥老鼠，一提起色，他就哭个不停。哇，真是很可怜。真的？他真的有这么恐怖啊？你想想看，肥老鼠本来是75公斤，被折磨到55公斤，还搞到他神经衰弱，连警察都当不了了。哎呀，那又怎么样？南希朱伟说过，要当一名一流的侦探，就必须要有钢铁般的意志。我没有这么容易被他打倒的。南希朱尔是谁？你们不知道吗？南希朱是世界10大名侦探之一，而且还是女生哦。南希朱尔也说过，不要在你上司背后说他的闲话。哎，Sir，刚才那位 Madam 为什么要这样针对你啊？有吗？啊，你们以前是在一起的，不过看起来好像是你对不起人家哦。啊，不过我一看就知道，他还是爱着你的。Sir，你真的还要继续插手这宗案件吗？就算被纪律处分，你也不管？你干嘛对这宗案件这么积极呢？难道你跟手术狂魔有仇啊？不过刚才我听 Madam 说什么赎罪，哎，那个是什么意思啊？你烦不烦呐？今天罚你不能再问任何问题。Yes, sir。还有啊，明天不要让我看到你穿这个什么圈圈怪怪的衣服，要不然你永远套着这个雨伞布。Understand? Yes, sir。小弟，把那些要输入的资料全部给他，他做不完的话，你不用回家。哈？喂？啊？什么？这么多啊？好。对不起。真的在15分钟内就赶到了，你输了，给钱。爸，你到这个时候还有心情玩呢？爸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？你怎么了？没什么哈，我只是中了莫提肝癌，本世纪最没有的救的绝症而已嘛。真的假的？你不相信啊？那就不要相信喽。真的没有得救？你忘了，我曾经是个医生哎，有没有得救我最清楚了。
不过不要紧，反正还有3个月的时间，我会好好把握机会玩玩的，不会浪费的。宝亮，妈呢？她知道吗？他还不知道。你妈还没来，不过我希望你们帮我瞒着她。虽然我跟她已经离婚了，我也不想她难过。我能为你做什么吗？我活到这把年纪了，也没有什么要求了。我最放心不下的，就是到现在你还没有找到一个伴。如果你真的要为我做什么，就在我走之前，赶快娶个老婆吧。怎么，你不答应啊？哥，这是爸最后的要求，你也不肯答应吗？我可以答应你，可是我担心如果我做不到的话，你会失望的。我不管了，我要你在3个月之内就赶快找一个老婆了。brother， 你快答应老爸，娶个老婆回来吧。我没有把握做到的事，我不能答应你，这是我的原则。你这个不孝子啊！我不想看到你啊！你给我滚啊！爸爸不能答应你啊！我竟然有你这样的儿子，我干脆现在死掉算了。老爸，老爸，哥，你就答应他吧。答应你在吵什么啊？妈，吕医生，你明天就可以出院啦。啊？是吗？我爸可以出院了。他只是血糖有点低，所以才会晕倒的。我为他做了详细的检查，他没事啊。那老爸，我都给你打赌过了，就算得了末期癌症，brother 也不会娶个老婆回来的。不信，先来。你这个不孝子啊，害我又输钱。你们不要这样无聊好不好？吕医生，你好好休息，我不打扰你了。好，谢谢。等一等，我介绍我儿子给你认识。我儿子大雄，他是欧医生。以前我当护士长的时候，他也是实习医生，我跟他很熟的。好，你好，叫我芬妮就好了。人家现在可是医学院的助理教授，真的是年轻有为啊。是啊，大雄啊，你老爸32岁才当上助理教授，欧医生年轻有为，我想他30岁之前就可以当教授了。你夸奖了。对了，大雄，芬妮就要下班了，送她回家吧。不用了。要的要的，反正大雄很有空啊，好，是不是？是啊，反正有时间我送你吧。好啊，那我先走了，好好休息。拜拜，慢慢来。拜拜。可以介绍个美女医生给我儿子，真的不枉费我这晕倒一场。你们呐，刚才真的是很无聊，很好玩吗？哎呀妈，其实我们只是想试试看哥会不会上当而已嘛，这怎么知道？他坚持单身，还真的那么有原则哎啊！对啊，老实说，我没看到像 brother 这么固执的人呢。好，总之我已经拿定主意，我要他今年内就结婚。不要空口说白话了，你最好照顾好自己的身体，要么干脆死掉算了，不要半死不活的连累我们呢。哇，你那么有口德，心肠那么好，我看你一定会比我早死的啊！你好啦好啦，你们2个呢都不要再诅咒对方了，我们就祝哥哥快点找到对象结婚了哈！ Yes 送到这里就可以了。不好意思啊，我妈想我有个女朋友，想得疯了。没关系，我已经有男朋友了。他就是我男朋友郑伟，这位是我新认识的朋友大雄。你好。那我们先走了，有机会再见。拜拜。拜拜。身上味道这么怪，你没有男朋友我都不追你。抱歉，每次都拿你来做挡箭牌。没关系，其实可以冒充你的男朋友，是我的荣幸。谢谢你。刚才那位先生看起来很不错，为什么不考虑呢？最近发生了那么多事，我哪有心情想这些？
对不起，我不应该乱开玩笑。没关系，我知道你是为了要让我放松心情。周有事吗？知道我要什么？我已经告诉你很多次，事情不是你说的那样。我很清楚，但是的确是发生了那件事。如果不是的话，我也不会被陈祥忠调出外科部。你还是那么顽固。嘿，我再说一次，把报告交出来。我已经说过很多次了，我根本就没有什么报告。让开！喂，还有人都死了，为什么还不要讲出来？放手！不要乱来！滚开！啊！放手！喂，干嘛？警察，发生什么事？这只是一场误会，没事的，对吗？对呀，魏医生，我也在拜访你。不好意思，两位警官，麻烦你们了。你就是欧芬妮医生？对啊。有没有时间谈两句？是关于陈祥忠医生的命案。陈教授是个相当严肃的人，办事也非常的公道。虽然有时候对人对事呢是有一点严厉，不过在他手下办事的人都非常尊敬他。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有人要杀害他。最近有没有什么可疑的陌生人出现在他身旁？跟陈教授接触的都是医学院的教授和学生，还有医院里的病人。我真的没有察觉到什么可疑的人物。刚才那位是谁？他叫吴志阳，是个医生。他为什么要找你麻烦？你不方便说。是有关于工作上的事。我跟他之间有一点误会，这跟陈教授的死是没有关系的。他也认识陈祥忠教授。志阳以前是陈教授的助手，后来因为某些原因离开了外科部。他和陈教授的关系怎么样？就是一般上司和下属的关系，说不上好坏。我没有什么其他的问题，不过如果你想到有什么对案件有帮助的，请你联络我。谢谢你合作。不客气。煮好了。你不吃啊？我没胃口。你不要太难过了。我没事，放心。你看起来很累，是不是没有睡好？你不在的时候，我都睡不着。你有没有整齐一点的衣服啊？你只是说不能穿圈圈的衣服，又没有说不能穿线条，对不对？雨伞布呢？丢啦。就知道你会用这一招。老大，泡上。小恩，顺眼多了。Sit。Sit。有新的任务给你。什么任务？连环手提电脑偷窃案。这是5个月前的案件。可是我们现在不是在追查手术狂魔的案件吗？那起案件我会追查，这起案件你负责 ，OK？你为什么要给我这么小案件？啊，我知道了，
你一定是要打发我走。小案件不是案件啊，你是猪啊！你这种想法很不专业，你知道吗？可是我跟你是搭档啊。好，我等一下要到解剖室去研究尸体，你要来吗？Sir， 经过我的深思熟虑之后，我决定接受你刚才那个很重要的任务，我一定会破案的哈。小弟，你跟小猪去。哈，我还有一大把资料要 update， 哪有时间？再说他是你的搭档哎，干嘛要我和他去查？是，不如派我和小猪去查。我有其他的任务给你啊，长弟，你那天不是说你要去什么巴旦岛3天2夜游的吗 ？Yes sir， 我会好好照顾小猪，顺便帮你提点新人。小猪 ，Come on，Let's go。拜。拜拜。大力志，政务部那边需要你去帮忙，你过去一下吧。Yes sir。玉姐，我有话要跟你说。慢着。现在我们之间没有隔膜了。你想说什么？说啊。等一下，不用说，我知道的。你怎么知道的？有些话不用说，我也知道啊。其实我想跟你说，我一直都喜欢你。真的？原来你一直都暗恋我，你怎么不跟我说呢？因为我害怕你会拒绝我。傻瓜，怎么会呢？我现在就回答你。你在干什么？你查完了？太多了，一次过看不完。今天到此为止。其实我可以帮你的。谢了，不过不需要任何人的帮忙。我有一个问题想问你，我希望你不要介意。你为什么都在调查人口失踪的案件？如果你一定要照我的目的才让我用资料室，我以后可以不来的。你不要误会，我只是问问而已啊。我继续提供你解剖报告，你让我查资料，我们都不过问对方的事，就保持一种互相利用的关系吧。我以为我们是朋友，可以互相帮忙。每个人都有不愿意被提起的事，就像你一直要追捕手术狂魔，也有不想说的理由吧。我先走了。那不见电脑的前5天呢？你都去过了哪里？做些什么？不记得了。拜托你想清楚一点，这可是破案的关键啊！啊，有了，印象中好像看了一场叫《巴格达爱情故事》的电影。巴格达，哇，
我也有看过这部电影哎，不过我觉得男主角如果跟女主角没有碰面的话，那结局会更完美。因为爱情本来就应该要有遗憾，这样才有荡气回肠的感觉嘛啊！你扯去哪里啦？不好意思啊。看完电影之后你去哪里？回家了吧？那看电影之前呢？好像上了一家网吧。喂，你为什么哭啊？到底发生什么事？我不见电脑的前1个星期，刚好是我男朋友跟我分手的那天，已经5个月了。好啦，不要再哭了啊！你男朋友跟你分手，那是他的损失啊。他突然间跟我说他喜欢上另外一个男人，我竟然比不上一个男人。其实你也不用太自责的。那美国呢有一位叫丁汉姆的专家，他认为啊同性恋呢是跟基因有关的，也就是说每一个同性恋者呢身上都有一个基因叫做 XQ28，是这个基因啊决定你男友的性取向，而不是因为你比不上其他男人。你又扯去哪里啦？不好意思啊。那你跟你男朋友分手的时候是在哪里？那是我第一次和他见面，也是最后一次见面的地方。请问你在不接电脑的前1个月内呢，常常去些什么地方？喂，你到底烦不烦？我怎么会记得那么多天的事情？你再仔细的想一想，一定记得的。我记得我常去一家网吧上网。那家网吧叫什么名 ？Cyberzone。等等，那个地区的确是有一家网吧，不过是叫 Network， 它的附近有一家钟点旅馆，那个才叫 Cyberzone。请问你到底是去 Network 还是去 Cyberzone 啊？网吧不是叫 Cyberzone 咩？我看你根本就不是去什么网吧，肯定是去了那家钟点旅馆。原来你每次是去旅馆上网哈？没有啦，老婆，我哪里敢？我真的是去开房，哪里敢去上网？哎，不是，我根本没有去开房。是哪一个狐狸精？到底是哪个狐狸精？老婆，终于可以好好吃顿午餐了。小猪，你想吃什么？哎，在看什么？啊，这件是你刚才记录的啊？呀，我没有在记录东西啦，一切啊都在这里啦。我看你不太适合当警探，不如去参加选美吧，还可能当明星。不然找一个有钱人嫁了也不错啊。我知道了。知道什么？我发现所有的失主啊都有2个共同点。那你看啊，第一，他们都住在附近的地区；第二，他们都在不见电脑之前，分别在不同的时间到过同一家网吧。那又怎么样？所以我怀疑那个偷窃者就在那家网吧内。阿伯呀，放学回家了吗？等一下记得上中文补习班哦。什么？有同学跟你比中指？他是谁？不用怕，明天妈妈会跟校长 complain。OK， 拜拜。现在的小孩子啊，怎么那么坏？竟然对人家比中指，真的是没家教哎。像我家的阿伯呀，就不一样。疑犯啊，可能就在人群中。唉，我都不懂为什么要跟你一起来浪费时间。你看，那个青衣的男生，哎，快，他过来了，快点喝咖啡。找到你，运气会转到我这里。我有我无敌的智力，就算你比蒙娜丽莎还要神秘。
觉，加一点推理，不管你叫什么玛丽，我有我叮当的神奇，就算是最平凡，就